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婚车迷途》故事解说。林家儿子林子即将举办婚礼，家里刚购置了一辆崭新的100万豪车，专门用作婚礼接亲的头车，同时也是给到女方的聘礼，是全家筹办婚礼最重要的一份底气。婚礼前夕，一众老家亲戚上门串门，表面上是专程来给林子道喜，庆贺林家出了出息的后辈，顺带一睹新车的风采，言语间满是吹捧，夸赞林彩兰享福，儿子争气买了贵重豪车，让整个老林家都跟着沾了光。众人寒暄落座后，亲戚们便露出了真实目的，借着一家人的情面，向林彩兰提出了一个请求。他们表示老家过2天要举办祭祖仪式，家里的车辆不够用。听闻林家新车空间宽敞，想要借用这辆新车开2天，用来回老家祭祖，还声称都是自家人，没必要外出欠别人人情，希望林彩兰能够通融。面对亲戚的请求，林彩兰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当场拒绝。她明确告知众人，这辆车并非普通的代步车，是儿子明天婚礼的专属头婚车。婚礼结束后还要直接过户给女方，属于既定的聘礼，有严格的规矩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动用、触碰。亲戚们被当场拒绝后，瞬间变了脸色，纷纷指责林彩兰太过见外，小题大做。不过是借用一次车子祭祖，并不会损坏车辆，没必要像防贼一样防备自家亲戚。林彩兰态度十分坚定，再次重申不是自己不近人情，是婚车有专属规矩，祭祖的出行方式有很多，可以选择大巴、打车，没必要动用自家的婚车。这番话彻底惹怒了一众亲戚，他们当场道德绑架林彩兰，指责他一家人现在搬到城里生活，日子过得富裕，就开始看不起老家的穷亲戚。面对亲戚的无端指责和道德施压，林彩兰没有妥协，依旧坚守底线，坚决不肯借车。见林彩兰油盐不进，亲戚们立刻放话威胁，扬言明天林子的婚礼，他们一家人都不会到场，到时候婚礼没人撑场面，别怪他们不讲亲情。说完便带着怒气准备离开。亲戚们走后，林子心里有些忐忑，忍不住询问母亲，若是大伯一家真的不来参加婚礼，会不会影响婚礼场面？林彩兰十分通透，她告诉儿子，这些亲戚妄图用亲情绑架自己，破坏婚礼的规矩，这样的亲戚不来参加婚礼也无妨，没必要为了迁就他们委屈自己，破坏规矩。本以为这场借车风波就此落幕，没想到傍晚时分，白天态度强硬的亲戚们竟然再次折返回来，一改白天的蛮横态度，满脸和善的登门道歉。他们主动向林彩兰一家认错，坦言白天是自己太过冲动，不该仗着亲戚情分强人所难，破坏和气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亲戚拿出1800块现金，声称图个吉利，专门拿来给林子贺喜，真心祝福他新婚大喜，反复叮嘱林彩兰一家不要计较白天的争执，只要人能来参加婚礼就足够了。林彩兰看着对方诚恳的态度，想着明日就是儿子的大喜之日，不想再纠结白天的晦气争执，便心软接纳了对方的道歉，再次招呼众人进屋落座。屋内天气炎热，众人闲聊片刻后，其中一位亲戚借口嗓子干涩，起身前往厨房倒水，实则暗中观察屋内布局和物品摆放，悄悄摸清了车钥匙的存放位置。闲聊几句后，亲戚们便主动告辞，承诺明天一定会准时参加婚礼，看起来已然彻底和解。次日清晨，婚礼吉时将至，司仪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宣布吉时到，让新郎林子出门接亲。可当一家人来到楼下，准备启动婚车前往接亲时，却发现原本停在楼下车位的100万豪车不翼而飞，一家人瞬间慌了神。父亲反复查看周边所有车位，都没有看到车辆的踪影。林彩兰立刻检查随身携带的车钥匙，发现原本收好的车钥匙已然不见踪影。一家人瞬间反应过来，昨晚折返道歉的亲戚心怀不轨，借着进屋闲聊的机会，偷偷摸清了钥匙位置，顺势偷走了车钥匙。林彩兰立刻冷静下来，第一时间决定前往物业调取停车场监控，查清车辆去向。物业工作人员调取监控后，清晰的画面还原了真相。凌晨1点17分，林志全一行人悄悄潜入小区停车区，动作小心翼翼，刻意避开路人视线，趁着深夜无人，拿走屋内的车钥匙，解锁车辆后直接将豪车开走，全程动作熟练，明显是早有预谋。与此同时，车上的林志全一行人毫无愧疚之心，全程得意洋洋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。同行的人感慨100万豪车的内饰质感绝佳，乘坐体验远超普通车辆，还拿出手机录制视频，打算发朋友圈炫耀，借着偷来的豪车打造自己衣锦还乡的假象，嘲讽林彩兰小气吝啬，守着新车不肯借给亲戚撑场面。他们笃定林彩兰只是口头吓唬，就算发现车辆被偷开，也顾及亲戚情分和婚礼脸面，
不会真的报警追责。一行人肆无忌惮的调侃，就算车辆在路上出现磕碰损坏，责任也在车主本人，与他们无关。甚至打算开着豪车回村祭祖，好好在全村人面前风光一把，打压林采兰一家的气焰。就在一行人得意炫耀，开车赶路途中，意外骤然发生。车辆行驶到村口桥头路段时，因为司机操作不当，加上路况复杂，车辆突发事故，狠狠发生碰撞。剧烈的撞击让车内众人瞬间慌乱，有人头部受伤，疼痛难忍，车辆也出现严重损毁，车头保险杠彻底断裂，大灯受损，右侧车身大面积凹陷，轮毂严重刮蹭变形，整车损伤十分严重。事故发生后，一行人彻底慌了神，连忙下车查看车辆受损情况。有人上网查询后得知，这辆落地116万的豪车，全车配件多为进口，单基础维修费用就高达10几万。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是一笔难以承担的巨款。慌乱之中，有人提议立刻联系林采兰坦白认错，争取对方谅解。但林志全立刻制止了众人，他深知一旦主动认错，就会落下确凿证据，彻底把柄在对方手中。他心存侥幸，认为车辆登记在林采兰名下，事故可以推脱为路况不佳，被其他车辆别车导致，并非他们故意为之。同时他笃定亲戚之间血浓于水，林采兰就算生气，也不可能真的撕破脸皮追责，更不会将一家人送进警局，最多只是私下扯皮调解。一行人最终统一口径，决定隐瞒偷车和肇事的事实，先开车回村里完成祭祖仪式，撑住场面，对外只谎称车辆只是轻微剐蹭，绝不主动认错赔偿，妄图蒙混过关。随后众人强开受损车辆，一路驶回村子。回到村里后，不知情的村民看到100万豪车，纷纷上前夸赞林志全一家发达有本事，能开上100万豪车回乡，为村子长了脸面。林志全一家顺势炫耀，刻意嘲讽林采兰太过小气，坐拥好车却舍不得使用，反观自己大方通透，懂得用好东西撑场面，丝毫没有提及车辆是偷开而来，也隐瞒了严重的事故损伤。就在一家人享受村民吹捧，洋洋得意之际，警车突然驶入村口，径直停在涉案豪车旁。民警当场核对车牌号和人员信息，确认开车人员正是报案涉嫌偷车的嫌疑人林志全一行人。当场宣布林采兰已经正式报案，指控他们非法潜入民宅，盗取车钥匙，私自开走他人100万豪车，涉嫌盗窃违法。突如其来的抓捕场面让在场所有村民哗然，也让林志全一家彻底慌了手脚。他们立刻当众辩解，试图以亲戚关系洗脱罪名，反复声称只是亲戚之间临时借车，并非盗窃，只是为了回乡祭祖应急，用完就会归还，指责警方小题大做，认为只是普通的家庭内部矛盾。民警当场驳回了他们的辩解，清晰罗列完整证据链，告知众人林采兰此前已经当众明确拒绝借车，他们却在深夜私自潜入，盗取钥匙，擅自开走豪车，全程被物业监控完整记录，拒不归还车辆的通话录音，车辆实时定位信息全部属实，证据确凿，绝非普通家务事。同时民警当场指出，车辆存在新鲜严重的撞击损伤，质问他们肇事之后为何不及时报案，不保护现场，不联系车主，反而刻意隐瞒，继续驾车行驶。面对民警的质问和围观村民的议论，林志全依旧不死心，试图私下求情，希望民警顾及情面，不要当众处理，保全一家人在村里的脸面，还主动提出可以赔偿几百块油钱和修车费，私下和解解决纠纷。这番敷衍的态度彻底暴露了他们毫无悔意、肆意妄为的心态。民警不再给他们辩解的机会，明确告知涉案车辆价值116万8千元，涉案金额数额特别巨大，已经涉嫌刑事犯罪，绝非小额民事纠纷可以调解解决。随即民警当场收缴车钥匙，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拍照取证，固定车辆受损情况，准备调用拖车处理涉案车辆，同时依法将林志全一行人全部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。另一边，林采兰在家中焦急等待消息，儿子林子满心担忧，婚礼接亲吉时将近，婚车被扣，亲戚被抓，不仅耽误婚礼流程，还担心事情闹得太大，日后回村会被亲戚邻里非议指责。但林采兰始终保持冷静，心态十分坚定。她清楚记得，从亲戚们假意道歉、暗中偷钥匙的那一刻起，就早已不顾及亲戚情分。明知是儿子毕生一次的婚礼，明知婚车是婚礼核心门面，依旧蓄意破坏、偷窃车辆、肇事毁车，一心只想看自家笑话，妄图毁掉林子的婚礼。这份恶意绝非普通亲戚矛盾，既然对方做事绝情，就没必要留存情面，必须依法追究到底。为了不耽误儿子的婚礼，不让儿媳受半点委屈，
林采兰立刻联系租车公司，愿意支付双倍价格，要求对方在20分钟内调配一辆同款同色的100万豪车，直接送往新娘家门口，保证接亲流程顺利进行，绝不因恶意亲戚的闹剧毁掉儿子的终身大事。很快，租车公司调配的全新豪车到位，林子顺利带队出发接亲，新娘家人全程没有察觉异常，婚礼流程稳步推进，没有出现任何纰漏。与此同时，派出所的协办民警联系上林采兰，向他同步现场情况，告知嫌疑人已被当场控制，但车辆严重受损，且一行人拒不认罪，毫无悔意，始终咬定是亲戚借车。听闻一切后，林采兰彻底放下最后一丝顾虑，明确向警方表态，坚持全程依法追责，绝不撤案，绝不调解。他表示，对方蓄意预谋，偷窃100万豪车，恶意破坏婚礼，肇事损毁他人财物，种种行为已经触犯法律，所有后果必须由他们自行承担。挂断电话后，林采兰整理好所有证据，包括购车合同、发票、监控视频 U 盘、通话录音、车辆受损截图等完整材料，随时配合警方做正式笔录。这时，一家人再次翻看亲戚当晚送来的礼金，才彻底发现对方的卑劣算计。所谓的1800块吉利礼金，竟然是用报纸糊弄填充，全程假意道歉，假意赔罪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踩点偷窃预谋。看着虚假的礼金和完整的证据，林采兰更加坚定了追责的决心。她告诉家人，这些亲戚从未将自家当作亲人，只把自家当作可以随意拿捏、占便宜的软柿子。如今他们亲手触碰法律红线，妄图靠亲戚身份肆意妄为，最终只会亲手毁掉自己的人生，为自己的贪婪和恶毒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。